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修行呢能让我们真正体验到喜悦顺遂的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呢是有一个渐次的，也就是从空到假，从假到中，这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空观呢是修出我们如如不动、永远不变的真心本体；假观呢是修好我们的真心随缘起的妙用；中观呢是修我们真心不变的本体和随缘的妙用呢相互的结合。沿着这个次第去修，初修者在修空观之前呢，大都是先着相修，然后呢慢慢过渡到空观。所以这时候呢，大多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就是有我，有一切法，什么都是存在的。深信业果，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造善造恶终有报。只要造善就会得福报，只要造恶就会得恶报。然后呢，相信只要依托本心好好的修行，广结善缘，就能功德无量，就能让福报显化，从而呢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双丰收。你看好多的经典上呢，也会说你只要这么做呢，就会灭掉多少的罪业，你只要这么做呢，就会得到多大的功德。其实就是用福报和功德之欲呢，勾牵你到修行中来，积累自己的福德智慧以及解脱的资粮。如果恰巧赶上你正在走低谷，你就很有可能走入修行。因为只要修善修得正确呢，确实能让福报在向上显化出来。所以我只比较厉害，随着在有效的修行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知见，不断地精进自己的认知，慢慢地开始进入空观的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一个人进入脱胎换骨真正的修行的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很多人看见一些智慧、一些观点时感觉很受用，但遇到具体的事情依然会烦恼，依然会障碍，仿佛之前的智慧与自己不相应了，难以用上了。这便是空观这一关没有过。这个阶段从某种角度来说修的是出离心，而所谓的出离心就是放下一切相，离一切相，破除心中所有的妄想，把自己心中积累的所有的相状、所有的喜欢、所有的恨、所有的看法和想法呢，用空观全部扫除干净，一点也不剩，彻彻底底地改变自己。当我们进入这个阶段后，就好像我们能随时重启这具身心系统，烦恼妄念来了，自己重启一下，立马就没有了，连自己存在的感觉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真心是一种空无清净的存在，这仿佛才是一种存在的底蕴。再进一步，当我们明白了空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仍旧还是能分别，能看见，能做许多事，烦恼妄念有时还会升起，但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守住那个空无清净，而是发现自己能看见、能分析的精神功能，乃至被看见、被分析的内外境遇，其实都是假的。这时候呢，你就脱离了偏空，知道一切都是空之中的假用而已。所以你在面对一切假用、假有就会毫无挂碍，这时就又回到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了。从空观进入假观，虽然呢看似又回到了向上，但是呢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你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借助这些因缘和合产生的假象，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真心，修出那个早已经被你迷失很久的真正的真心本性。菩萨道便产生于假观之中。菩萨知道一切都是假用、假象，但依然是可以去用，可以去做些什么的。就好像菩萨知道梦是假的，梦里的人也是假的，但他依然想通过梦中的假用，
让所有人过得好一些，甚至是帮助他们醒来。由于菩萨已经完全了悟了空观，所以他首先知道自己作为梦中的一个身份，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剩下能做的只是去服务他人，帮助他人。所以一些人说修行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其实就是在服务他人中把其中的我给空掉了。既然没有了我，一切关于我的烦恼，我的业力也是不存在的，同时也利益了他人，便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但菩萨也是有烦恼的，他的烦恼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他要分辨清楚很多很多的方法，去对症帮助很多很多的人。这种数不清的分辨与差别，犹如尘沙一般多，所以是尘沙烦恼。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千手千眼？这就代表他帮助世人的方法有千万种，如尘沙一样多。而观世音菩萨其实首先教导世人的是空观，比如心经中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总的来说，从修空观到修假观的次第呢，其实就是先修离相，再修随缘。如果不修离相，就会被相所控制，放不下财富虚荣，放不下七情六欲，放不下智慧，放不下陈旧的记忆和观点。如果不修假观，就可能会落入顽空。顽空就是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真心是存在的呀。虽然真心没有形没有相，但是它这个没有形象的空并不是顽空，就像无线信号一样，没有形没有相，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对吧？无线信号呢如不动，但是它随缘起的作用太广泛了，所以我们的真心呢就跟无线信号一样，虽然是空相，但这个空相本身呢就是它的实相。所以一定要修假观。修假观呢是为了破掉你主观的空观，修假观就是要允许自己的念头来，允许一切缘聚缘散。因为你很清楚，一切的境界向本质上呢全部都是新的幻象，而所有的幻象呢也都只是一时的因缘，都只是短暂的梦幻泡影，所以本质上全部都是假象。但是假象并不是空，而是因缘暂时有的假象，也叫假有相。你就是要借假修真，就是要借相修行，就是要随缘在假象中看见你那个不变的真心。当一头石狮子出现在你眼里，你能看到的是石头因缘和合被雕刻成了一个狮子像。看见任何一个人或者看见任何一个动物在你旁边走过，你能看到驾驭这个身体在行走的那个心性与你的心性共同显化出来的这一面之缘。看见自己一个项目赚了上千万，你能看到让自己狂喜兴奋的是那颗喜欢攀援、喜欢向外抓取财富的虚妄之心。你非常清楚，这种赚钱的外相和你喜悦的攀援心呢，都是临时的假象，都在不停地变动着。着在上面赚钱的外相呢，日后稍有减弱的变动，你的攀援心呢就会很不舒服，更不敢想遭遇破产或者倒闭有多煎熬了。所以赚多少就随缘用多少，内心平和清净，不被一时赚钱的因缘假象所迷惑。当你看到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外债，你能看到让自己痛苦的呢，其实是那颗不允许自己欠债的妄心，而并不是欠债本身这个因缘生成的外相。外相只是相，既然是相，就不可能伤得了你。伤得了你的是你着在这个相上，不想、不愿意、不允许负债这个相发生的攀缘心。假如外债需要10年才能还清，如果看不清上面的真相，
那可能就会在痛苦煎熬的10年里赚钱还清外债。但是如果看清了这个真相，同样是还债，你却能在平和清静的10年里赚钱还清外债。最重要的是，在你还债期间呢，如果内心平和清静的话，会触动你的真心，感召福报在向上的显化，以患制患，从而呢提前还清外债。你很清楚，你所经历的一切呢，都是暂时的因缘形成的假象，只需要随缘了缘就行了。因为所有因缘和合的假象呢，都是有生灭的，包括自己的妄心也是有生灭的。修行不是不允许出现这些相，不是不允许自己升起念头，而是呢允许起念，但是不随念转。修假观，我们会依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真心做根本。戒相修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生活、工作、赚钱、养家，一切随因缘生，随因缘灭。但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借假修真，来地球体验的每一个当下，无论是苦是甜，都是有意义的，都能从每一个经历中呢看透虚妄，回归真心。所以从空观过渡到假观的修行呢，就是用空观破除有相的执着，再用假观呢破除无相的执着。真正破除有和无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已经进入中观了。中观就是中道，离空离有，即空即有，也即是心经中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不能把空拿在手上揣在心里，也不能把有留住，一切了不可得，这便是色即是空，而真心却就在一切之中，自己就是一切，这便是空即是色。用中观调和有和无，也就是调和有和空。在修中观当中呢，你对真心不变的本体和它随缘起的作用呢，都能同时的进行关照。所以真心本体的空和它随缘升起的有呢，都对你没有任何的障碍。你会让自己进入不空不有、亦空亦有这种中道的平衡实相中。佛陀不认为有恒常的存在，也不认为有断灭空无的存在，所以他离空离色，即空即有。所以他并不厌恶世间，也不向往出离世间的清净解脱，自己就是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现象，并超越一切世间与出世间。通过修行空假中三观呢，你会把自己安住在自己的真心上，体验真正回家的感觉，时时刻刻跟自己的真心相伴。这样你不仅能够受用真心本自具足的圆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再迷惑了。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